第一课，早餐时间。早餐供应时间为上午7点至上午10点30分，用餐区供应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框架，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吃东西。当然，我喜欢在旅行时悠闲地吃一顿早餐。我也是，它为未来的一天定下了积极的基调。你喜欢丰盛的早餐还是清淡的东西？我通常会把两者混在一起，少许蛋白质和一些水果。这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它能让你精力充沛地进行早间活动。没错，另外，我喜欢在旅行时品尝当地的早餐菜肴。这是最棒的部分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菜。第二课，艺术和手工艺。嘿，你有没有试过在家做任何艺术和手工艺品？是的，我喜欢它，这是一种表达创造力的有趣方式。太棒了！你喜欢什么样的项目？我喜欢画画和为朋友制作手工卡片。手工制作的卡片真是个人风格。你使用特殊材料吗？是的，我喜欢使用不同类型的纸张和装饰。听起来很有创意。你有最喜欢的项目吗？我曾经写过一本旅行剪贴簿，结果很棒。听起来太神奇了，这是保存记忆的绝佳方式。第三课，品牌知名度。这是提高品牌知名度的好主意。谢谢。这个活动的预算是多少？我们应该分配足够的资源，以有效地吸引目标受众。绝对可以。明智的投资市场营销很重要。你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社交媒体广告吗？是的，社交媒体非常适合与我们的受众互动。我同意，它允许直接互动，这很有价值。此外，我们可以轻松追踪活动的成功。没错，分析可以指导我们调整策略。第四课，旅行体验。很高兴听到。你去过哪些区域？我参观了大笨钟和伦敦塔等标志性地标。这些是必去的地方。你喜欢他们背后的历史吗？绝对可以。了解他们的故事真是令人着迷。历史确实使这些地方变为现实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在这些地方漫步就像回到过去。你的旅行还有其他亮点吗？我喜欢探索当地市场，它们非常有活力。市场是体验当地文化的绝佳方式。第五课，成本效率。人均成本远低于装备1250万辆车的费用。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，它表明了预算的有效性。绝对可以。
寻找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对于大型项目至关重要。是的，节省的每一美元都可以重定向到其他重要领域。您是否研究过任何降低成本的具体策略？我有，我认为批量购买和谈判确实可以提供帮助。这些都是明智的方法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。没错。此外，与供应商合作可以带来更好的交易。确实如此，长期而言，建立牢固的关系可能是有益的。第6课，冰淇淋历险记。去冰淇淋店大约需要2个小时，再加上我们在那里度过的任何时间。这听起来像是一次有趣的旅行。你有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吗？我喜欢巧克力曲奇面团，这是经典之作。很棒的选择。我通常自己去买薄荷巧克力片。薄荷巧克力片令人耳目一新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里。没错。你认为我们应该提早离开，以避开人群吗？是的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我们越早去，享受它的机会就越大。另外，我们可以花点时间真正品尝一下口味。绝对可以。我每次来都喜欢尝试新口味。第7课，灯具安装。这很好的提醒人们，安装固定装置是多么困难。是的，我记得那个项目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。确实如此。对你来说，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什么？我认为完美调整所有内容是最难的部分。我同意，即使是微小的偏差也会导致很多问题。没错，我担心我们无法按时完成。但是我们最终成功实现了目标。是的，最后的结果看起来棒极了。当然，所有的辛勤工作都是值得的。第8课，网络连接。是的，我们交换了卡片，并在 LinkedIn 上建立了联系。太棒了！如今，网络非常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它开辟了很多机会。你联系过任何新朋友了吗？我有，我发了几条消息来跟进。太棒了！继续对话总是件好事。是的，我相信这有助于建立更牢固的关系。没错。另外，你永远不知道人际关系何时会带来工作机会。对，我很高兴看到这些新的联系会带我们走向何方。第9课，密歇根地理。密歇根州完全位于美国境内，是与加拿大接壤的边境的一部分。是的，有趣的是，它的地理位置如何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。没错，五大湖区是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们真的是，那里的自然美景令人惊叹。你去过任何湖泊吗？
是的，我去过密歇根湖，感觉就像大海。确实如此，海滩也很漂亮。绝对可以，我喜欢水上日落的样子。太令人叹为观止了。就自然而言，密歇根州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。第10课，猫咪护理必备品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我还会给我的猫咪很多刮刮贴。是的，它们确实需要它们来保持爪子健康并保持活跃。我同意，它还有助于防止它们刮伤家具。没错，另外，看着它们使用刮刮贴也很有趣。它们太喜欢了，就像它们自己的小锻炼一样。是的，这可以让它们开心，这很重要。你的猫咪有不同类型的刮刮柱吗？我愿意。我有一个高个子和一个扁平的，所以它有选择。太聪明了，多样性可以使它们对使用它们感兴趣。第11课，以优惠价格购物。我一定会探索这2个选项，看看在哪里可以找到最优惠的价格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明智的计划，比较价格总是一个好主意。是的，尤其是在购买大额商品时。没错，你找到什么不错的优惠网站了吗？我有一些似乎总是有很棒的报价。这很有帮助。我也喜欢使用能提醒我注意销售的应用程序。那些太棒了，它可以节省时间，并确保您不会错过任何交易。是的，在网上购买任何东西之前，我总是会检查优惠券。聪明的举动，保存的每一点积分最终都会累积起来。第12课，为旅行打包。零食，是的，让我们带三明治和水果吧。好主意，它们易于打包，非常适合公路旅行。没错，另外，它们将使我们一路精力充沛。别忘了防晒霜，我们一定会需要的。对，阳光可能很强烈，尤其是在白天。是的，我在前一次旅行中艰难地学到了这一点。哎呦，晒伤真的会毁掉美好时光。当然，我希望这次旅行从头到尾都愉快。这里也一样，让我们确保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第13课，关注支持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拥有如此多的追随者和支持。是的，一致性和质量对于建立社区确实很重要。没错，人们欣赏真实性和参与度。我同意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与观众建立联系。你看过他们最新的广告吗？是的，他们如何让追随者参与这个过程令人印象深刻。这是个很棒的策略，它可以增强忠诚度和信任。绝对可以。
人们喜欢感觉自己是更大事物的一部分。是的，它鼓励他们传播信息。第14课，交通便利。听起来很完美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很容易到达吗？是的，它非常易于访问，有多条公交路线可以去那里。太棒了，它使计划变得容易得多。绝对可以，我喜欢地方很容易到达的时候。我也是，它可以节省时间，使体验更加愉快。是的，而且它也很环保。没错，你查过公交车的时间表了吗？我有，它们经常运行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这令人放心，这意味着我们不必等待很长时间。第15课，节约用水。但是这些年来，水量确实减少了。是的，我喜欢在 Boss Falls 工作，因为我喜欢欣赏大自然的美丽。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，瀑布令人惊叹。绝对可以，但是看到水位下降，令人担忧。是的，对于保护这种美丽非常重要。我同意，在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方面，每一个小小的努力都很重要。当然，你参与过任何保护工作吗？是的，我参加了该地区的清理活动。太棒了，能为社区做出贡献真是太好了。第16课，提高成功率。这是个好消息。你认为是什么促成了增长？我相信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，包括改进的营销策略。绝对可以，有效的营销确实可以提高知名度。是的，我认为客户反馈也是做出必要调整的关键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。倾听客户的意见可以带来更好的产品或服务。没错。此外，与社区互动有助于建立信任。当然，与客户建立关系可以提高忠诚度。而且，口碑推荐可能非常强大。当然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一个满意的客户能带来更多满意的客户。第17课，未来的旅行课程。如果你能对未来的旅行做出任何改变，那会是什么？我认为它教会了我提前计划的重要性。这是一堂宝贵的教训。你所说的计划是什么意思？好吧，制定一个粗略的行程有助于最大限度的提高体验。我同意。如果没有计划，很容易错过关键景点。没错，但我也学会了为自发性留出一些时间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，灵活性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冒险。是的，
我的一些最佳经历来自计划外的时刻。听起来你经历了不少难忘的旅行。第18课，护理和支持。因为我照顾得很好，所以他离开了，让我继续努力。听到这真是太棒了，听起来你给人留下了积极的印象。是的，我相信表现出奉献精神确实是有回报的。绝对可以。当你付出努力时，人们会注意到。看到其他人认可你的辛勤工作，真是令人欣慰。当然，你最近收到其他赞美了吗？是的，我因关注项目细节而受到称赞。太棒了！注重细节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。我同意，它确实有助于实现高质量的结果。第19课，阅读历险记。这就像仅靠阅读就被运送到不同的国家。这不是很神奇吗？书籍足不出户就能带你去任何地方。绝对可以。我喜欢一个好故事能让你沉浸在另一种文化中。是的，它拓宽了你对世界的视野和理解。你有最喜欢的书能帮你做到这一点吗？是的，我最近在日本读了一套写得很漂亮的片子。这听起来很有趣，我很想听到更多关于它的信息。对风景和传统的描述非常生动。我能想象，一本写得好的书就像是一次旅程。第20课，为选择做预算。这么多选择，你这次旅行的预算是多少？我每晚最多可以花$150购买住宿。这很合理。你在这个范围内找到了任何不错的选择吗？是的，我见过一些适合我预算的好地方。太棒了，有选择总是件好事。没错，我喜欢有选项来比较便利设施和价格。你考虑过你想要的任何特定功能吗？我更喜欢提供免费早餐和无线网络的地方。这些绝对是不错的福利，它们可以节省金钱和时间。第21课，考虑观点。重要的是要考虑所有不同的观点。绝对可以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种观点。是的，有时我们可能会对所学到的东西感到惊讶。没错，倾听他人的声音确实可以开阔你的视野。听到别人的观点后，你有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？是的，有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考虑过所有角度。这就是思想开放的美妙之处，它导致增长。当然，这在讨论和辩论中至关重要。我认为它对人际关系也有帮助。第22课，医学领域的职业机会。医学领域还有其他工作。是的，
例如成为 X 射线技术人员或实验室技术人员。这些角色至关重要，他们在患者护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绝对可以，每个职位都为整个医疗体系做出了贡献。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路径？我有，我认为在实验室工作会很有趣。真的会，诊断背后的科学很有趣。是的，知道你在帮助人们变得更好是很有意义的。没错，有很多方法可以在医疗保健领域有所作为。第23课，尝试新活动。你今天可以试一试。你应该，这是挑战自我的好方法。绝对可以，尝试新事物确实可以带来回报。是的，它可以帮助你成长和发现新的兴趣。你想过一些你想尝试的具体的东西吗？我一直在考虑上烹饪课，听起来很有趣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烹饪是一项非常宝贵的技能。确实如此。另外，结识新朋友会很有趣。当然，上课可能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好方法。第24课，住宿预算。它的价格合理，为300美元。这对你来说可以吗？是的，这符合我的预算。它包括什么？它包括早餐和无线网络，这些都是很棒的福利。太完美了！这些便利设施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。没错。另外，它位置很好，靠近主要景点。这听起来像是双赢的。我很高兴能待在那里。我也是，能让一切触手可及，真是太好了。是的，我喜欢能够毫不费力地进行探索。让我们尽快预定吧。第25课，环境意识。这很重要，因为科学家们认为空气中过多的二氧化碳可能会导致世界气候问题。是的，这是我们都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。没错，减少排放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。你读过关于这个话题的最新研究吗？我有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变化发生的速度如此之快。是的，了解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。绝对可以，每一项小小的努力都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。我同意，我们应该鼓励其他人参与这项工作。是的，提高认识是有所作为的关键部分。第26课，文化幽默。来自其他国家的许多人来到这里，却不了解我们的喜剧。确实如此，幽默在文化上可能非常具体。没错，对一个人来说，有趣的事情可能不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共鸣。是的，
我注意到有些笑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参考。当然，这可能使新手难以充分享受幽默。我认为喜剧演员了解观众很重要。绝对可以，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材料，使其更具包容性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，幽默具有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力量。没错，这是一种可以打破障碍的通用语言。第27课，善解人意的教学。他恢复了一些视力，从那以后，他知道失明是什么感觉。对他来说，那一定是一次深刻的经历。绝对可以，这可能改变了他对教学的看法。我能想象，经历过这段经历使他更加善解人意。是的，他成为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老师，了解学生面临的挑战。这太鼓舞人心了，有亲身经历的教师可以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没错，他可以帮助他们创造一个支持性的学习环境。我很佩服那些为学生付出更多努力的教育工作者。我也是，他们在塑造生活方面确实有所作为。第28课，户外商店购物。我通常去附近的户外用品店，他们的选择很多。太棒了！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物品？从露营装备到徒步装备，他们应有尽有。完美！我在找一些新的登山靴。他们总是销售信誉良好的品牌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好东西。这令人放心。我想要一些耐用的东西，适合崎岖的步道。当然，当你在大自然中时，拥有优质的装备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一双好的靴子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。让我们一起计划一次商店之旅吧。第29课，反思变化。在伊朗和我的婚姻即将结束时，我面临着最深切的悲伤。这听起来真的很困难，你是怎么应对的？这并不容易，但我正在慢慢寻找治愈的方法。我能想象，给自己时间处理所有事情很重要。是的，写作帮助我反思自己的感受。那是个不错的出路。你发现它有治疗作用吗？绝对可以，它使我能够表达本来可能会压抑的情绪。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解决方法。你有朋友或家人的支持吗？是的，我很感谢他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的支持。第30课，目标设定。我为自己设定了小目标，当我实现目标时，我会用非食物的零食来奖励自己。这是一种很棒的方法，它可以在不影响您的健康的情况下保持高动力。没错，我发现庆祝小胜利有很大的不同。绝对可以，认可进步很重要，无论进展多么微小。是的，你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奖励？
我喜欢给自己买一本新书，或者享受水疗日。这些听起来很可爱。善待自己对于自我保健至关重要。当然，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专注和动力，实现下一个目标。我也可以采用这种策略，听起来很有效。第31课，可再生能源。它干净、丰富且可持续。我完全同意，太阳能对环境有很多好处。是的，它减少了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，而化石燃料对地球至关重要。没错，此外，它可以降低房主的电费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激励。你考虑过在家里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吗？我有，我只是在研究成本和安装选项。从长远来看，这是值得的。许多计划为安装提供激励措施。很高兴知道，我一定会做更多的研究。这是对环境和未来储蓄的投资。第32课，音乐偏好。人们对音乐有不同的品味，这令人着迷。有些人喜欢摇滚音乐，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古典音乐。绝对可以。音乐是一种个人选择，它可以唤起每个人不同的情感。对吧？我喜欢一首歌，对每个人的含义完全不同。没错，你最喜欢的类型是什么？我真的很喜欢爵士乐，它有着独特的节奏和感觉。爵士乐太棒了，我喜欢即兴创作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。是的，就像每位音乐家为表演增添自己的风格一样。你会弹任何乐器吗？我弹吉他一会儿。那你呢？第33课，竞争精神。打竞技网球非常激烈。他退休5年后，一次紧急住院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。听起来很严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在比赛中倒下了，结果证明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哇，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，那一定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经历。确实如此，这让他在康复后重新考虑自己的优先事项。我能想象，健康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对运动员而言。没错，他意识到突破极限并不总是值得的。这是一堂宝贵的教训。之后他又回到了网球界吗？他做到了，但在平衡竞争和健康方面有了新的视角。第34课，公众的看法。如果他是由女性公开宣布的，他就会被贴上那弗拉蒂洛娃的标签。这很有趣，它凸显了体育和社会中的双重标准。绝对可以。令人沮丧的是，对女性的评判往往更加严厉。是的，认可所有运动员的成就至关重要，无论性别如何。没错，
重点应该放在人才和奉献精神上，而不是性别上。我同意。这个讨论是否源于特定的事件？是的，这是关于最近发生的一起涉及女运动员的事件。这是有道理的。公开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。当然，这样的对话可以引发公众看法的变化。第35课，网络基础知识。我强烈建议社交，并随时了解行业趋势。这是个好建议。网络确实可以为机会打开大门。没错，结识新朋友可以促进合作和伙伴关系。是的，我发现参加行业活动是建立联系的好方法。绝对可以。另外，你可以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。对，分享知识和见解很重要。你通常参加什么活动？我尝试参加与我的领域相关的研讨会和会议。太聪明了，我也在寻找一些即将举行的活动来参加。让我们一起关注吧，和朋友在一起总是更好的。